好，同学，在这个 part 当中，我们要借由分析因果信号它的极点的位置，来分析它在时域上的行为。好，也就是说，这个时域讯号它是发散的，还是它是慢慢衰减，它是稳定的。好，所以可以透过这个它的力转换分析它极点的位置，我们可以来探讨。好，那我们赶快看下去，它内容是什么吧。我们要分析这个因果信号它的极点的位置跟它时域行为的关系。那我们首先要先介绍我们有理的力转换。我们可以把一个信号它的力转换这 S of z 写成一个有理的力转换，也就是我们画面上看到的。它有分子分母部分，它分别是个别是它的力转换的多项力的多项式。好。那我们可以把这个有理的力转换表示成整理一下，整理成一个通式，然后接下来再把它的这个系数提出来，把 B0 跟 A0 提出来，好，然后接下来把它的 z 的负指数提出来，好，也就是目的让它后面这一项它的 z 的指数次方都是正的，例如说分子就是 z 的 m 次方开始，然后分母就是 z 的 n 次方开始，好，那我们经过这样的话，我们可以知道说，它有理的力转换，它的分子是 z 的 m 次方，它分母是 z 的 n 次方，也就是说，它分子部分它会有 m 个根，好 m 个根，然后分母部分会有 n 个根，也就是说，我们看到荧幕看到的，它分子部分是 z 减 z1 到 z 减 zm， 分母部分是 z 减 p1 到 z 减 pn。好，然后所以我们分子就可以把它看成说，所有的 z 减 zk， 把它乘起来，好，乘 m 项。那分母是 z 减 pk 乘 n 项。那这边我们看到说，我们所定义的极点就是 pole。那 pole 的意思就是说，它会让 s of z 变成无穷大。好，反过来说，零点就会让 s of z 变成0。所以我们看到零点的部分就是这些所谓的 zk， 好，我们用圈圈来表示，图形上是用圈圈表示。那极点部分就是说会让整个 s of z 变成无穷大，也就是说它是分母的根，好，就是我们讲的极点。那在图形上我们用叉叉来表示。好，从这边图我们看到，它基本上它有2个零点，也有2个极点，零点分别是 z1 跟 z2。极点分别是 P1 跟 P2， 好，所以我们知道说 Z1 是0 ，Z2 是 R cosine omega 0，那 P1 是 R exponential J omega 0，那 P2 是 R 乘上 exponential 负 J omega 0。好，那我们可以马上透过上一页所讲的公式，我们可以得到 S of Z 是这样。那这边别忘了多一个常数项 G。好，这是属于一个常数的 constant。好，那所以再把刚才的 Z1、Z2 跟 P1、P2 带进来，就会求得它这个图形上所代表的 Z 转换的有理的 Z 转换的函数。好，那整理完之后变成这个式子。好，那接下来我们来探讨我们的线性非时变系统的转换函数。那我们知道，我们的输入是 s of n， 经过系统是 h of z， 最后得到 y of n。好，那我们看到这是一个 system function。那如果经过 z 转换之后，我们可以得到 s of z， 好，经过 x of z， 经过 h of z， 会得到 y of z。那我们可以表示成一个 transfer function。那我们表示成 transfer function， 我们可以写成 y of z 等于 h of z 乘上 x of z。那 x 是输入的 z 转换，然后系统是 h of z， 然后输出是 y of z。因为我们刚才学过了，我们在摊头面上做 convolution， 也就是说 s of n convolution h of n， 最后得到的结果 y 它的 z 转换应该是怎么样？分别是个别 s 跟 h 的 z 转换结果的相乘，也就是说 y of z 等于 h of z 乘上 x of z。好，这是我们之前上一个 part 所学到的玄机的性质。好，那我们把这个 h of z 可以写成一个有理的 z 转换，那所以我们 y of z 就可以把 h 乘上 x
好，然后我们再做一个整理，就可以得到 y of z 等于这个式子。那这式子我们再做一个 inverse z， 好，这是做一个 inverse z， 我们可以得到说我们 y of n 等于这个式子。好，这式子前面看到等于我们输出等于过去的输出加上现在以及过去的输入。好，那这边如果我们在这个系统，如果它是怎么样？如果系统是 h of z， 如果它是只有0点的话，代表说它没有极点，它没有分母的部分，它就是一个 all zero 的系统。如果这个 h of z 如果是一个只有极点的话，我们叫做它是 all pole 的 system， 好，它全部都只有极点的系统。好，那我们接下来讨论极点的位置与食欲行为的关系。那我们看到这个图形上这个信号，它基本上是 a的 n 次方 un， 好，所以它经过 z 转换的结果之后，可以得到1除上1减 a 的 z 负1次方，也就是 z 除上 z 减 a。那这个 z 转换它的极点就是 a 嘛，好，所以来看左边第一个图，如果假设 a 是介于0跟1之间的话，我们看到图形上这个叉叉代表极点，就代表叉叉介于0跟1之间画一个叉叉。它的食欲行为是不是它 s of n 是怎么样？是慢慢递减，就递减到0，随着 n 变大。那第二个，如果 a 是1的时候，它的极点是不是刚好落在那个单位元的上面？好，所以它的食欲的讯号就是一个布阶函数。那如果 a 是大于1的时候，看到图形上它的叉叉，它的极点是在单位元外面，所以它的食欲行为它是慢慢发散掉。那左边如果是 a 是介于-1跟0之间，它还是慢慢收敛，所以它叉叉还是介于0跟-1之间，所以它信号只是上下摆动，但是会慢慢收敛，随着 n 增大。如果 a 是等于-1，它刚好是怎么样 ？s of n 是1或-1，好，也是上下摆动，但是都是维持1跟-1这样跳动变化。如果 a 是小于-1的话，它叉叉是在单位元外面，所以它的信号是正负跳动，但是怎么样渐渐发散掉。所以从这个图可以看到说，它的极点行为是不是可以说明了它食欲行为的反应？好，如果 a 是在单位元里面，它信号是不是慢慢收敛？或是在单位元上或是外面，它基本上是发散。好，那另外例子看到说，这个信号它是 n 乘上 a 的 n 次方 un， 那它的 z 转换是 a z 除上 z 减 a 的平方，也就是说，这个例子它的极点从一个极点变2个极点，好，所以它有2个极点在 a 的位置。所以从左边第一个图，如果 a 是介于1跟0之间，它是有2个极点在单位元里面。所以它食欲的讯号还是收敛。如果 a 等于1的时候，代表它食欲的讯号是发散掉，好，它发散掉，变成 ramp function。如果 a 是大于1的时候，它发散速度更快，好，发散速度更快，也就是它的极点在于单位元外，它发散速度是以2个极点发散速度来加速，好，比单个极点发散更快。那左边是 a 是介于-1跟0之间。好，可以看到说它还是收敛。那 a 如果-1就发散掉，那 a 如果等于小于-1的话，发散速度更大，好，上下摆动。好，所以从这个例子看到说，如果它有2个极点，发散速度如果是发散，它发散速度更快。好，在另外这个例子，我们看到这个信号是 r 的 n 次方 cos omega 0 n un， 它的 z 转换是这个式子，然后它 z 转换基本上它的极点分别是在一个 r cosine omega 0跟 r cosine 负 omega 0，好，所以从图上看到它有2个极点，分别角度是 omega 0跟负 omega 0的地方。所以我们看到，当 r 如果是介于0跟1之间，代表它的2个极点在单位元里面，它的食欲的行为怎么样？就像一个正弦讯号一样，这样会摆动，但是会渐渐变小。如果 r 如果是介于1的时候，刚好等于1的时候，就在单位元上，它会像一个 cosine 讯号这样跑，但是怎么样？它是正负是维持1。如果 r 是大于1的时候，它怎么样？就是一样，它像正弦讯号跑动，但是会发散掉。好，所以看到图上，它是有一个正弦讯号的这样一个波形存在。好，可以看到它有这样的趋势。好，各位同学，从这个单元这个 part 我们学到了 z 转换，它用在
我们的因果信号，它如何用呢？我们可以分析日转换它的极点的位置，来知道说这个因果数位讯号它食欲行为的反应。我们刚才介绍了，如果我们极点是在单位元内的话，它的食欲的行为是收敛的；如果刚好在单位元上，它也是不收敛，只是正负为一。如果我们这个极点是在单位元外面的话，它的食欲讯号是发散掉的。如果它有2个极点的话，它如果是这2个极点分别都在单位元外面的话，它发散速度会更快。好，所以如果这极点不是刚好在实轴上面，是在有虚部的这样的部分成分在的话，它的食欲的讯号会有一个这样正弦讯号的摆动，但是它是否发散或是收敛，也是看它是否在单位元内。好，所以我们这个 part 我们看到的说如何用地转换来分析因果讯号它食欲的行为。那下一个 part 我们要介绍，当我们经过地转换之后，我们如何将地转换的结果经过反地运算得到食欲的讯号。那我们来看下去吧。